我在飞机上差点睡着，其实已经睡得不行了，就是好困呢。现在已经到了巴塞罗那的市区里面了，我已经坐过 shuttle bus， 现在转乘了地铁。它这儿地铁我觉得挺高级的，并且我买到这个10次票，10次票是12点多欧元吧，对，还蛮不错。到了就直接给我显示一个这么高级的地方，实在让我有点不适应。有点像日本的极简，我什么都像日本 ，sorry， 因为刚刚路上碰到了一个日本的姑娘，就坐在我旁边，然后我们就畅聊。正好是晚上10点，我看基本店铺关光了。这附近是居住区吗？难道？感觉挺住居民的，但是它确实离圣家堂这些稍微还是有点路的，大概有个地铁有个4、5站、5、6站。听声音感觉这边不是挺声音，我在说什么？我感觉这白天是很热闹的一条商店街，而且飘出了很好闻的香味。我知道西班牙，我们终于可以吃什么海鲜饭了，应该是在欧洲这么多时间会吃到最好的菜色了吧。The next morning， 昨天到了以后，和一个香港的朋友，就他在 lobby 嘛，然后我们都在那边聊天，还有一个日本的人，就聊天聊到了1点钟，然后我回去真的睡觉，睡到2点钟、3点钟才睡，所以现在还蛮困的。这天太阳真的绝了，他们说这个就是 super good weather， 果然没有错。而且有了这些棕榈树以后，你感觉真的是到了一个度假的地方。今天是巴塞罗那第1天，我有个任务就是还是去买包吧，去户外店把我的包买回来。在这次巴塞罗那，我是真的要把包给换掉了，因为收包的朋友已经来了，我们要交换了，所以我必须拿到下一个包去接下我的行程的装备。而且呢，这次我在巴塞罗那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上海的朋友帮我带了一些装备过来，小东西。那他们是2个人。我台湾的朋友呢，就是上次我们在布拉格碰到，大家应该知道，就他也到巴塞罗那玩，就是他来接我的包。再加上有纽约的一对朋友也过来玩，所以如果对，昨天在车上还碰到了一个，就我飞机上同坐的一个日本女生，就加起来得有6、7个人在这边。So， 这一次我将会获得在欧洲吧，在环球之中遇到最大阵仗的朋友亲友团过来，甚至我可以组建一个副联，所以我这几天就我想把他们聚在一起去蹦个迪什么的，但是 maybe 没有这个机会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对，或许分开见面呢。这也是我就感觉到很开心的一个点吧。从意大利开始，我感觉可能是因为现在天气很冷了嘛，但在这边稍微还热一点，所以我觉得很舒服，心情也会好起来。然后意大利确实也挺好玩的，到之前巴塞罗那又碰到那么多朋友，我觉得挺满足的。就接下去的行程不是说不苦了，苦肯定是苦的，但是就劳逸结合的可以。巴塞罗那这边修建的过街，这是什么？马路中央的公园，还挺有意思的。对，我收藏了大概有5、6家的户外用品店。巴塞罗那出奇的有挺多的，但可能很多都是冲浪店或去海边的那种不管。就我得一家家去看，因为我昨天其实打电话去，每一家有一半电话打不通，还有一半好像不会讲英语吧，反正跟他讲了，他可能就对，有一些会有，就你打意大利的电话，或去打那个打这边西班牙、葡萄牙的电话，他可能听到英语，他自己搞不来，他就会挂掉，或许就不讲话了，所以我还是得自己亲力亲为跑过去看。不过 OK 因为反正是串联了整个市中心，我就可以一边走一边逛 City Walk。哇，好漂亮啊！这建筑，你看这建筑颜色很漂亮，中间是蓝色一道天空，两边有红色、绿色、橙色，还有白色，相当的好看，甚至有些淡蓝色，而且这个饱和度稍微会高一点。
我会在巴塞罗那待5天。本来还想去马德里，但是后来想算不过明天我要去安道尔，很搞笑哈，大家朋友圈常见的定位安道尔，它离巴塞罗那大概2个小时半吧。明天会去到那里。马德里我就不去了，因为其实这一个行程到现在就不停的切换城市吧，尤其在意大利，你看我切换了也有4、5个城市。以后我其实有点累，我觉得在一个地方多待一下吧。这条路有点像上海的，哪条路的？新华路还是挺有上海感觉的。而在它的对面是一个高耸的，这是什么烟囱吗？还是纪念塔？应该是烟囱吧。OK， 这是第1家店，也是离我最近的那家店。我们现在这里看。瞧我看到了什么 ？Unbelievable！ 这是巴塞罗那吗？给我干哪儿来了？看到了一件很迷的事儿，就是一个大爷过马路，那就有辆车被拦住了嘛，对，就车要过去，然后车要让他闯红灯，然后呢，他还很理直气壮的在人家车前面停下来，点了一下那红绿灯，然后我们两边站的人就很懵嘛，就都看那个红绿灯，明明就是红灯啊妈的，他在自信什么东西？来了，我肯定还是要喝一杯的，是不是？必备内容都可，但是这个都可是正宗的吧？他们感觉有点像假的都可。这一大杯给我干的。我现在中间我还看了一段《再见爱人4》里面的解说，累死我了。啃珍珠都啃得累死，这就比佛罗伦萨那家好很多。佛罗伦萨那家真的给的料很少，这一杯 Coco 果然还是搞好稳定，给超多料的。第2家店的导航是有问题的，就是那家好像是个书店，也没有看到什么户外用品。这是第3家店，希望这里面会有我要的东西吧。让我们看一下。感觉没有，因为它店很小。东西是什么？我没有看到 Spring。有个魔爪。这5、6家店都是我从小英的官网上找到它的经销商的，就是能找到那个每家的地址。我就是奔着这几家去，而不是随便去找一些户外店，那肯定是没有的。但小英还算是出名了，相比格力高丽来说的话，格力高丽在我看到的路上看到的更少很多，始祖鸟也比较少，不算少，像sorry， 第4家店依然是小店，但是有 Scar， 还有一些别的牌子。多了很多包，采购之旅到此就结束了，因为这4家是主要的，剩下2家更偏，感觉会和第2家那个书店一样进去，搞不好不是卖什么户外产品。对，算了，放弃了。看样子我只能去一家买个袋子，先装一下，然后到纽约再换包。纽约是有，看，好可爱，这个垃圾。好，去掉了这个购物的题外话以后，我们现在就进入巴塞罗那正式旅程。先介绍一下巴塞罗那，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但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最大的海滨城市吧，可能也是最大的城市，就有点像上海。然后1992年是巴塞罗那奥运会，在此之前呢，巴塞罗那它是没有那种度假式的海滩的。那因为要迎接奥运会嘛，就跟那个08年北京一样，就也大兴土木，各种营造旅游设施。
甚至它的沙土还是从埃及运过来的，很夸张哦。从此之后呢，就包括开放性，巴塞罗那变成了一个比较世界性的大的国际都市。对，很多人来这里旅游，因为这里天气确实好，它是地中海气候嘛。你看有棕榈树啊，阳光好的要死，没有白云，甚至没有白云，就直接是蓝天，每天都是，很少下雨。And 对欧洲的人来说，还是因为温暖吧。南法从戛纳一直延伸到这边，再往下到葡萄牙，对，这一条线都是最舒服。而且西班牙的消费物价相对肯定比西边北边会更便宜一点，所以是一个好的选择吧。再往下，它只有在直布罗陀，还有地中海中间的马耳他这些国家去玩了。对，所以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巴塞罗那吧。巴塞罗那比较出名的，大家都知道是海鲜和海鲜饭啊这种东西，对，很好吃，然后味道对中国胃来说，我觉得完全是 OK 的。And 巴塞罗那还有很丰富的夜生活吧，这我们之后再说。好像自说自话又讲多了，我每次都会这样。然后现在我要去的是米拉之家，再往前就是还有巴特略之家，这是建筑师高迪的4件套之一，在巴塞罗那。那巴塞罗那这个城市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高迪的这几个比较特殊的而且举世闻名的建筑设计而对相辅相成吧，两者之间对互相衬托呼应的那种状态，所以大家来肯定会来打卡一下这4件套。大家看我后面这个就是第一个，当然不是最著名的那个，这个是米拉之家，它其实本质是一个公寓楼，它的外形呢就是一个也叫石头屋了，它的外形就是像有波浪那种起伏形式的。那高迪的建筑呢，就很多是把自然环境融入到建筑本身的一个特点吧。这边又在喊什么标语啊？我们来看一下。动物环保组织正在 LV 门口，那个很难评。我个人对这种环保组织、动物保护组织、素食主义都就是极端素食主义者都有点好的，愿世界和平。香奈儿瑟瑟发抖了，已经门口都已经架起杆子来了，我操！搞不好那些动物保护组织等会儿就跑这儿来，笑死！而在街的斜对面，则是高迪的巴特略之家。巴特略之家呢，我感觉好像是比米拉之家更出名一些。它是一个比较梦幻的住宅，就外面的那个墙面很像龙脊背和龙鳞，脊骨吧算是。对，然后它的这些彩绘玻璃呢，就是因为你看这上面就是有点镭射的镀层面吧，我确定。那太阳光射进来以后，里面会很梦幻。高迪经常就用这种手法去做建筑，把光影其实是跟摄影是同理的嘛，把光影和自然融入到就是建筑本身，挺好看的，确实挺漂亮的。现在这种独立设计师不太会有这种比较古哥特式的风格建筑，都是新现代、当代建筑，会不太一样的设计风格，所以它可能会更考虑一些功能性而不是纯装饰性，所以这类建筑会越来越少。这个布头毛衣织的也挺可爱的嘛。当然来巴塞罗那也离不开它的足球俱乐部，很多人进去买周边。突然听到有人在谈那个水边的爱丽丝，那个叫什么忘记了。这是个电钢琴，好像。小时候爸妈一直给我放这个巴德克莱德曼的一些作品集，所以大家应该都听过哈。这个大爷记谱记得不是很清晰啊，指法也比较乱，但至少能听出来，也挺好的。
因为没有买到背包，我不得不来到城市宜家店买袋子，而宜家永远不会让你失望。既然都来到宜家了，肯定要吃啊！好，这个冰淇淋，买了个橙汁，完美！宜家简直是救我性命，所以我是忠实宜家粉。高地有点像。在上坡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最后一抹夕阳，而出来后，天空只剩下渐变色晚霞。从山上可以俯瞰大半个巴塞的城市和海岸线，也是挺意想不到的景色了。地道型建筑就是 W 酒店，竟然能拍出来。这个我以前做过关于它的一些介绍内容，所以我知道这明显就是 W。巴塞罗那的 W 酒店。你们两个这个样子真的是，这是个 bar。我就楼下室。走过去的时候，我就想看这个很可爱。走过去才3分钟。对，它周围有好多店，我看到了，都有。应该蛮好吃的。不是，啊，它是粉粉的。它这个击破 ，OK， 是可以变全黑的，如果你想的话。晚上的巴塞罗那相当有节日的氛围感。那这期巴塞罗那的视频就到此结束，接下去我们安道尔见。我想说，白天的巴塞罗那和晚上真的是两个世界。晚上太热闹了，大家都出门。